比特币会跌到哪？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在 ETF 通过之后，市场表现有非常显著的不同。那我们可以先观察黄金在通过 ETF 之后表现出了哪些不同。我认为这些不同呢，都会印证在比特币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是黄金的月线图表，一根 K 线就是一个月，这是很大级别的。那么大家可以发现呢，基本上黄金啊，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以来呢，迎来过2次非常大轮的上涨。那这2次呢，都分别是10年呢。那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从2000年到2010年这段的上涨呢，它就是由于比特币现货 ETF 引起的。因为我们当时呢，在2004年的11月，我们通过了比特币现货 ETF， 我们通过了黄金的现货 ETF。那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当时在1970年代1970年到1980年的黄金的牛市，一样是10年。还有我们在2000年代，从2000年到2010年，同样的10年发生的牛市呢，其实他们两者有很显著的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当时在1970年的时候有石油危机，那石油危机就会让黄金很显著的上涨了。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呢，在上涨的时候，其实我们中间是有很多次很显著的回调的，而且呢，中间的回调幅度也很大。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段回调呢，它就有20几%，将近30%，这一段也有20几%、30%。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下跌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回调，它直接是腰斩了，黄金的金价直接被腰斩。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当时在1970年代的时候，黄金它一样是一个蛮有波动性，或者说波动性也是挺大的商品。那我们后来牛市到比较后期，稍微比较成熟了之后呢，它的波动就有开始变小。不过我们中间还是一样有出现这种20几%、30%的回调。那我们可以再来对比一下我们在2000年代比特币黄金 ETF 通过之后呢，其实我们的波动率就明显的缩小了。你可以发现，我们一样有回调，没问题的。不过我们回调的幅度都小了非常多。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在这里插针，那这个针如果我们算最高最低的话，也不过才30%。那跟我们前面动辄 K 线的实体部分就跌了20-30%，其实有很显著的出入。而且你可以发现上涨呢，它都是稳稳缓步的上涨，跟我们在1970年代看到的暴涨暴跌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中间也有一个很大的回调。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刚看过了，1970年代黄金的回调呢，直接到达了50%。那我们一样有回调，不过我们回调的幅度呢就小了很多，只有30出头而已，30出头%左右。那我们后面呢出现的调整大概都是10%左右，都没有再出现什么20%的回调。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2000年代的牛市呢，2000年代黄金的牛市，它其实波动率小了非常多，回调的幅度都小了非常多。那我相信这就是由于黄金 ETF 的影响。你可以发现跟1970年代对比它的上涨的情况很显著的不同。当时黄金的上涨其实很多时候也可以以暴涨暴跌来去形容。那我相信 ETF 在这之中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相信老观众一定都有听出来我们其实拿黄金呢就在影射比特币因为黄金跟比特币它们有太多的性质都很相同了，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比特币它说成是数位黄金一点都不为过。那同样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比特币前几轮牛市当中，比如说2020年、21年的，还有更早16年、17年的牛市，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波动率都非常非常大，涨的时候都是暴涨暴跌，这其实就是机构介入的还不够，都是以散户为主导的市场所导致的。那我相信我们到了现在2024、2025年的牛市，其实我们主要绝对是机构在主导方向，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回落的幅度呢，或者说其实波动率呢，整体来说比前面要小的非常多。我相信这是非常关键的影响因为只有散户会杀进杀出，或者说做出不理性的判断。那其实机构全部都是有计划好的，这些机构啦、这些金鱼啦、这些大户都是有计划好的，所以比特币它的波动就会小非常多了。那再来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 ETF 通过之后，
黄金的表现，我相信也会出现在比特币身上，因为 ETF 呢，它可以容纳加密货币更多的流动性，可以让更多的流动性得以宣泄。比如说像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一个大户他要买币，就可以插出一根很长的针，甚至改变价格的短期走势。但我相信现在我们有 ETF 之后，我们还有传统的这些交易所，我们可以把这些流动性释放，就不会出现流动性危机，就不会有非常不理性的波动。各位朋友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轮牛市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最大的回调就在 20% 左右哦。这其实在过往的牛市里面都绝对不是常见的，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先复盘一下我们当前的盘面，你可以发现我们回调呢，其实我们中间也有过几个回调，不过都是 20%， 大概就是 20%， 了不起就是21、22多一点点，不过也在 20% 左右哦。3次的回调都在 20%， 这里我们把针尖都算上了，也是 20%。那么我们从最高点到现在也是 20%， 就包括这一次。其实这绝对不是常态哦，这绝对不是常态。在过往我们绝对不是这样子在走的。那当然了，我相信 ETF 过后，我们回调的幅度变小，波动的幅度变小，有可能就会慢慢变成市场的新常态。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当时在20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把现在的周期呢往前推4年，现在是2024年嘛，那我们推到2020年，我们看到其实2020年的4月以前，它出现过的回调太多了，而且回调的幅度很大。你看，光这个小的回调哦，你不要小看它，它就有 20% 了哦。那你更遑论这些大的回调，比如说这里是30-40% 的回调，然后这里也是30-40%，这里也是30-40%，甚至我们在这里出现了一个60% 的回调，这就非常的骇人呢，骇人听闻啊，312事件。那我们复盘2020年是这样子，那我们更不用复盘2017年啊，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市场绝对因为 ETF 通过而被改变了，绝对因为机构加入而被改变了。那我们再把重点拉回来，现在比特币会回落到哪里呢？其实我认为现在比特币呢，确实波动性有减小，但是你可以发现黄金的波动性有减小，但中间依然出现非常大的回调。当然，回调的幅度不会像前面那么大。你可以看到我们在1970年代的时候有 50% 的回调，黄金这种产品居然有 50% 的回调。那我们 ETF 通过之后，只剩下30%多的回调，就是最大的了。但其实比特币也是同理，我相信整体来说它的回落的幅度是会变小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状况显现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依然有可能面对30%甚至40%的回调。那我们要把这种下跌给规避掉，就是我们在牛市获利的关键。那我相信以现在来说呢，6万绝对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我认为如果说6万能被确认跌破的话，我认为仓位都要做保护。如果6万被跌破了，仓位没有做保护的话，你可以发现我们在下方从38600，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数字是我们的起跳点。我们在短短时间内翻了1倍，中间没有任何的筹码的堆积，所以如果我们下跌的话，也有可能非常的迅速，就让我们造成在短期内就有很大的风险了。那再来，我知道这个方法很笨，它很基础，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用一下。如果我们这里双顶的形态发酵了之后，我们往下破，我们可以得出个5万亿的目标价。我甚至认为5万亿是比较难撑住的。如果这里真的被很显著的下破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去观察量价。其实现在对于多头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真的是非常的不利。那我们就观察一下我们最终的6万左右的支撑能发挥多大的效果。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想要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那么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哦，就是可以提币的。那 OKX 交易所，你只要 KYC 入金$50就送你$50的体验金，已经做到1:1了。这2个活动我都相信非常的优惠。如果还没有交易所的朋友呢，可以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